好了，大家，我现在面前的呢就是苹果刚刚发布的全新 iPhone 17 Pro，橙色版本。我现在手里拿的是一个小号的尺寸。我现在来给大家快速介绍一下这次这款手机的一些升级啊。首先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外观改变非常明显，它这次呢没有再继续采用钛金属，而是为了散热，采用了一个铝合金一体成型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现在呢这个位置，然后包括这个位置，然后整个后盖采用的都是铝合金金属，从而呢一个是增加它的防护性能，就是没有那个接缝线，能看到吗？以前大家总说插一张纸，现在你没有纸可以插了。然后后盖这个位置采用的是超磁性面板，第2代的超磁性面板，这也是苹果第一次在 iPhone Pro 系列后盖上采用超磁性面板。然后这次还有一个第2个改变呢，就是它的影像系统，其中的影像系统3颗镜头都升级到了4800万像素，长焦镜头呢从之前的5倍，现在变成了4倍加上8倍，这样2个镜头一个组合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呢是长焦镜头，常规下4倍来拍摄。然后呢，它因为是一个4800万像素嘛，它可以实现无损变焦，变成1200万像素的8倍镜头拍摄。所以说我们拍摄视频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实现4倍和8倍之间这样一个变换。我相信这一点对于很多有专业 Vlog 需求的用户来说，应该会更有帮助。另外呢，这次前置镜头升级非常有趣，就是它的前置镜头呢，这次采用了一个2倍面积的传感器，是 iPhone 前置史上最大的一个传感器，而且它这次的前置镜头采用了一个超广角视野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就日常拍摄是这样一个视角，然后超广角视野大概是可以这样拍摄视角。然后呢，这颗镜头它采用的是一个正方形的传感器，什么用呢？就是我可以在竖向握持手机的时候实现横向拍照，能看到吗？哇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于很多用户来说非常有趣。然后这款手机的硬件方面呢，搭载的是 A19 Pro 芯片，然后这一次新增了一个2TB 存储容量，之前是1TB 嘛。然后另外呢，这款手机现在售价是$1099起。好了，大家，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 iPhone 17 Pro 的银色版本。哇，我觉得银色版本还是很好看啊，就是很 Apple， 就是最 Apple 的那个设计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背面，也是采用的是一个铝金属，哇，好凉啊！铝金属的这样一个后盖，中间这个位置采用的是超磁性面板玻璃，白色的一个细腻磨砂玻璃。刚才上一个视频帮你说啊，这次呢为了提升它的散热能力，让这个 Pro 成为一款真正的 Pro，Apple 重新设计了里边的散热性能，里边采用了 VC 均热板，也就是说它可以提升一个更好的散热能力。VC 均热板呢把这个热量吸出之后，通过铝金属排出。根据刚才官方给出的信息，这个 VC 均热板加上铝金属，它的散热能力是上一代iPhone 16 Pro 钛金属的20倍。没错，20倍，很夸张哦。这次的一体性真的很好啊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金属外观，看一下正面。我这次个人啊，肯定还是会先选择这个银白色，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非常经典，非常耐看。然后这个旁边呢，这个是 iPhone 17 Pro Max 版本，Max 版本现在我上手觉得还蛮轻的。好了，大家，我现在手里拿的呢就是 iPhone 17 Pro 的深蓝配色。这个蓝色呢，我觉得要比午夜色要更偏蓝一些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也是拥有金属质感和玻璃质感2种拼接配色。今年这3款配色，如果让我个人推荐的话，我可能会银色第1，蓝色第2，橙色怒砍第3名。大家觉得这个颜色好看吗？好了，大家，我现在面前的呢就是苹果刚刚发布的全新 iPhone Air。没错，这一次这款机器呢不叫 iPhone 17 Air， 它就叫 iPhone Air。这次这款手机它的厚度超薄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只有5.6毫米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三星那款 S25 Edge， 它的厚度是5.8毫米，这个只有5.6毫米，几乎和 iPad Pro 厚度一样薄，拿在手上非常的轻。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具体的重量啊。这个机器呢，它后盖采用的是一个超磁性面板第2代，然后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采用的是一颗单镜头，然后单镜头后边呢有一个镜面玻璃的反光，下边呢是磨砂玻璃，它的侧面边框采用的是一个钛金属抛光。
没错，就是很轻很坚固的那个钛。但是现在看抛光呢，它还会比较沾染指纹，对不对？然后侧面有一个开机键，然后这是一个实体的拍照机械按键，就是那个相机控制按钮。然后左侧这有一个 Action Button， 这有一个控制按钮，然后这里有一个音量键。它正面呢采用的是一个6.5英寸的屏幕。然后这款手机呢，它的屏幕表现是和 Pro 完全相同的，就是它支持 Always On Display 全天候显示，然后同时支持3000尼特的峰值亮度，然后呢，再同时它还支持1到120赫兹的 LTPO 刷新啊，所以说屏幕是一个顶级的级别。然后它的处理器呢是 A19 Pro， 也是目前最顶级的一个等级。然后它里边呢搭载了一个 N1芯片，这个芯片呢是在无线连接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个更稳定的表现。然后它这次呢，它的基带也升级到了 CEX。这款手机 iPhone Air 也是首款完全没有 SIM 卡槽的一款机器，就是全球版本都没有 SIM 卡槽。我现在还不太确定国行版本开卖的时间，但是如果国行版本正式开卖，那么它应该也会采用的是一个 eSIM 版本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颗镜头呢，搭载的是一个4800万像素镜头，它没有超广角了，然后支持1倍到2倍的这样一个变焦，2倍呢就是一个4800万像素变到1200万像素的一个无损的变焦，然后前置镜头它也是支持一个超广角，史上最广的 iPhone 超广角人像居中，只需要点一下这个，这就是一个超广角人像居中。然后和 iPhone 17以及 iPhone 17 Pro 相同啊，它也可以支持竖向握持、横向成像，看到了吗？因为它的前置镜头采用的是一个正方形的传感器。好了，大家，我现在面前的呢就是这一次 iPhone Air 的天蓝色版本。哇，这个颜色好看呢，大家。我把白色背景放在这里给大家对比一下。哇，这个颜色可能会成为我现在 iPhone Air 最推荐的一个颜色。我把白色和蓝色同时放在这个镜头画面里，给大家做一个对比，大家感受一下。左边这个是蓝色，右边这个是白色，底下是一个白色的背景，大家觉得哪个最好看？我现在会觉得天蓝色这款是我比较个人喜欢的一个颜色，这是完全的一个真机表现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边框，它的边框呢也是采用的蓝色钛金属抛光。好了，大家，我现在面前这个呢是 iPhone Air 的黑色版本，因为刚才上手区那边人实在太多了，所以说呢我就在这里给大家拍看一看这个黑色版本长什么样子。黑色版本我刚才看了一下，还是比较容易沾染指纹虽然说它是一个玻璃后盖，但是呢相比较那2个浅色版本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沾染指纹了。就是 iPhone 17数字版本的白色版本，白色跟去年没什么变化呀。这个我就不拍太多了，大家简单看一下颜色就好了。Thank you。好了，大家，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苹果刚刚发布的 iPhone 17数字版本的紫色，这个叫什么紫来着？薰衣草紫啊，这个紫色哇，好漂亮啊！今年 iPhone 17的这个颜色，我绝对会主推这个颜色。它呢是背面采用的是细腻磨砂玻璃，然后这个位置你看它是有一个颜色渐变的，这是浅色紫，然后这个变成深色紫，然后这是采用的一个光面玻璃。然后侧面边框大概长这个样子，依然是有一个相机 button， 然后有一个 action button。今年的 iPhone 17数字系列应该是史诗级升级了，对不对？它的屏幕终于升级到了和 Pro 相同的那个120赫兹LTPO 刷新率，所以说呢，你在日常浏览网页呀，或者日常浏览菜单的时候，都有一个更细腻的这样一个滚动效果。不过这次它应该是也是支持全天候显示了所以说这次屏幕真的很棒。它的峰值亮度应该是3000尼特。然后它的影像呢，这次有一个升级，就是主镜头和超广角2颗镜头都升级到了4800万像素。然后其中呢，主镜头呢依然是可以通过4800万像素变焦成到1200万像素。然后续航这次好像也是提升了，具体数据我一会儿要看一下官网。它的前置镜头也升级了，和 iPhone 17 Pro、iPhone 17 Air 保持一致，就是它的前置镜头呢也是一个超级居中、人像居中、超广角的视野。如果我们日常拍摄 Vlog， 应该是一个很棒的选择。而且它这颗镜头呢，这次也是同时支持竖向握持的时候横向成像。
所以大家日常拍摄 vlog 的时候就可以更稳定的握持，同时拥有一个横向更宽的视野。好了，大家现在我手里拿的呢，这一次叫做鼠尾草绿色。鼠尾草绿色其实并不是苹果的新颜色了，对不对？他们之前在 iPad mini 那个保护壳上就已经推出过颜色，这个颜色今年我觉得很好看啊。旁边这个是蓝色。我自己现在看啊，我可能会把这个颜色排在今年我第2推荐的颜色。它的颜色有一点点茶叶的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抹茶还是茶叶，就是很有植物香气的那种感觉。我现在把它和蓝色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这一次我觉得，不管是蓝色、绿色还是粉色，它们好像这个色彩色系啊都很统一，对不对？这个蓝色有点像雾霾蓝，我感觉有点像雾霾蓝。我通常呢对于这种偏深蓝的颜色，喜爱程度倒没有那么高了。这个我今年目前啊会排在紫色和绿色之后。